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近期我在新的伺服器4161那边开了一个新账号，想着说要去体会一下新玩家的感觉，因为距离我重新开始玩万国觉醒的时间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并且也是想要去了解一下现在的新伺服器他们的玩法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因为以前我做的那些新手攻略其实现在都已经用不上了，但是我在新的伺服器那边遇到了一些问题啦，所以今天主要内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在新的伺服器遇到什么 drama，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OK， 那么首先就是我这个账号呢，有很大可能在近期就会开始不玩，或者是玩不下去了。因为原本我是想着说我这个账号呢，就是完全不要氪金的情况下去养这个账号。其实在前2天还算是比较顺利的，直到后来我的联盟就开始说他们想要去攻打上面的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太过分了，他们一次性拿3个圣所。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的旗帜呢，他是连上面这个最顶的圣所拿到了，中间这个也是，还有最后面这个圣所他们也要拿到了。那我们盟里面的大佬就不服气，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拿这么多个圣所，我们自己也要去争取一个，认为对方的实力其实也没有到很强啦，所以就想着说要去挑战对面。那么谁知道呢，对面居然是有跟另外一个比较强的联盟是有联盟关系的。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进攻的还是蛮顺利，我本人是没有参与战斗的啦，因为我个人是反对去跟他们打的。在一开始我也是跟对方说我们不要打架，我们要和平的种田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盟友他们都决定说要去打，所以我自己也不好出面，因为已经答应过人家了嘛。所以当时候我只是用我的小号去帮他们建旗帜而已，我自己本身这个账号是没有参与战斗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个账号其实还在发育阶段，统帅又没有，加速资源又没有，凭什么去跟人家打？我是想要等到后期我们真的打到神庙那边的时候才来打架。我是认为说我自己的队友太过早去跟对方开战了，尤其是我们才刚开始这个伺服器第2天而已就跟人家宣战了，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最后他们还是打起来，这个就没有办法，毕竟他们都愿意想打，只有我一个人是比较反对他们去打而已。那么那时候呢，我们这里的旗帜是已经断掉他们的旗帜了，好像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的要塞给摧毁。昨天晚上我看到他们旗帜最多好像是停留在这里而已，没有继续再往上建了，就是没有再趁着对方没有活跃人数在的时候把他们的要塞给摧毁掉，所以才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对面就拿到了3个圣所。就是你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看起啊，对方就有要求说我的旗帜不能再继续往上面建了，就是他们的左手边那个圣所的位置。我就问我的队友要不要打架，因为对方要求我们停止建旗帜了嘛。因为我得到的消息就是我们所要打的那个联盟 DL61 就是这个地图上最大的联盟的盟友，所以我个人提议是最好不要打，因为就算我们可以打赢这个 DL61， 有很大可能打不赢对方的盟友，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联盟是没有靠山的，我们的管理层没有去跟那些比较强大的联盟跟他们结盟之类的，并且对方还有威胁说如果我们去打 DL61 的话，他们就会叫 D6NE 来打我们，就是这个地图上最强的联盟之一。那当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成员说要反对啦，他们想要去打，就是说要跟对方谈判之类的，他们是有给意见啦，但也只是仅仅给意见而已，就是没有正式的跟对方谈说我们能不能分享之类的。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的实力和我们现在没有靠山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出来跟对方谈判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他们自己给出的理由说我的英文很烂，没有办法跟对方沟通之类的然后有些人说他要去谈，结果去谈没有人要理他之类的。那这里是有给出3个建议啦。首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对方开给我的建议，我也是跟他们讲了，就是接受对方的协议，我们只是拿2级的祭坛而已。第二就是要求对方给我们几个名额，让我们可以拿到奖励，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第3就是跟他们打起来。第4就是我们拿1个祭坛这样子。但是他讲完就没有了啊，就没有去跟对方聊了。然后我们内部呢好像也没有在讲这件事情了，直到后来
我们的大佬熊卡比有出来讲话了，不过你们记得这一点啊，我平时也不上线想干嘛，就是说他在线时间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长了，但是打架的话他还是会出来打架的，并且我这里是有明确的说出我不要R4，我不要做管理层，因为我之后我还要自己打自己的骑兵账号，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管理联盟，但他们依旧还是给我R4啊，就是不要拿掉那个头衔，我也不知道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大佬就说我们一个圣所都没有啊，然后对方就说我们抢不过啊，我们比较弱啊之类的，但大佬就说我们的联盟战力其实没有差很多，为什么不要给我们一个？那其他的成员们也是有说到哦，对啊，我们可以一人一个的，为什么他们要拿这么多个这样子？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有人说哦，因为他们的大哥是第一的那个联盟，所以不敢去惹他们。那这边我们的大佬就说哦，我也是跑过去认识一下他们大哥，然后跟他们要求说我们一人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个提议还是很好的，就是跟对方谈判嘛。那因为我的拳头不够大，我过去也没有用，而且人家也不开门给我进去，他们不理我的可能性是很高。但是我们这边的卡比大佬他去跟他们沟通呢，是可以沟通到的，所以这边就让大哥他自己去尝试一下。那这个图片呢，是他卡比大哥去跟对方聊过之后给出来的结果截图。这个时候他是问4亿6亿的盟主，就问他们这个是你们的联盟吗？那对方的回答说这个不是我们的。然后这里也是跟他们询问说我们能够跟你做盟友吗？就做朋友吗？但对方有亲口说哦，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所有人，这里太混乱了。那后面有没有跟这个联盟说哦，我们要谈一人哪一个圣所什么之类的？可能卡比这边的想法是觉得说哦，反正他都说他不是我们的盟友，这样我们可以去打他这样子。当卡比把这些截图放出来之后呢，就有其他人就说哦，我们建起吧，我们开始去打他们吧。还有说到我不是来这个伺服器种田的，我想要打架之类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打架了。那我在这个时候依旧还是保持不打架的心态，因为我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要种田，先发育我的账号再说。因为我们的进度是真的很落后，我们的联盟排名在整个伺服器的第26名而已，是很后面了。但是他们要坚持要打，他们觉得说可以打，这样就给他们自己去打，反正我没有那个能力啦。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开始盖旗帜了，然后他们还有说到哦，我们要等到凌晨1点的时候才去打他们。但是在这里我有提醒他们，你们要打架并不是这样子打，有没有详细的计划，有没有通知人，有没有全员在线，有没有人取机制，有没有填兵做了吗？然后叫我一起研究。当时候其实我不得空，我在剪影片，我在拍影片，还有问他们加速资源有没有准备好。那这边写什么我不知道，感觉他是在骂我而且我这边还有再三提醒，我是说不是讲不可以打，而是你们要打的话做好准备，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卡比，其他人需要做准备。然后好像没有人在乎我讲什么东西啦，反正他们这边是已经要准备去打了。然后后面就有很长的对话，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啊，就是他们怎样去打对方之类的。那在中途呢，我是有离开联盟啊，因为对方已经跑来联系我了，就跟我说你不是说不要打的吗？为什么还跑来打我们这样子？因为这种是属于出尔反尔的对话了嘛。我个人当时候的想法是觉得说应该要先跟对方聊聊先啦，但是我们这边的人要决定打架就随他们去吧。那么反正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有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个邮件说哦，我们要解散了这样子。在今天早上大概中午的时间，对方反推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盟主就发了这封邮件，这里就说各位早，正如大家所见，这场圣所争夺战我们要输了，我认为不应该怪罪任何人，如果这里有误，也是我的错判或者是我不够强的缘故，享受在游戏中成功与失败的乐趣吧。宣布 CU 正式解散，请大家找合适的盟发育，期待在游戏中再与各位相遇，且一起并肩作战的机会。当我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很多东西啊，就比方说我一开始就已经跟你们说了，如果真的是要打的话，也要做好准备才打。并且在早上的时候，除了 DL61 他们有来反攻之外呢，他们还有去找帮手。这个帮手就是来自4161的玩家。这个时候我在提醒你们啊，你们要记得卡比在之前有发过截图给我们看，就是4161那边说 DL61 不是他们的盟友。后来我去问了卡比才知道，原来卡比跟 R5 联络，
那 R5 不知道 DL61 跟4161是结盟关系，但是 R4 那边是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变成说这里有沟通误会的问题，就是 R5 说没有结盟，但是 R4 那边是已经跟对方结盟的情况发生，所以在早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被这个比较强的联盟打回来。他们究竟是有多强呢？他们是排行榜第1的联盟，你要怎么让一个26排名的联盟跟第1名的联盟打呢？对不对？他们那边大多数的玩家战力都普遍比较高一点。那么现在的情况呢，也是到了凌晨时间啊，就是对方可能是亚洲玩家的关系，所以现在也是没有什么活人在联盟里面。那我这边就熬夜帮他们把那个旗帜建好，然后把这个圣所给拿下来。但是这个圣所一开始拿到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这个 DL61 他们优先拿到的，所以奖励他们拿到了，我们只是后来在占领而已。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在那边点要塞啦，持续点，然后把我所有的小号现在暂时放在圣所里面，避免对方会来进攻。但是早上又会变成怎样，我就不清楚啊，因为这个要塞要烧完的话，其实也是挺花时间的，没有这么快。但我也不可能等这个要塞烧完才去睡觉，所以就看早上的人怎么接手去打了。最主要还是因为卡比他想要坚持打，因为我看到他还在打着，他都没有放弃，这样我就陪他一起打咯。但是我没有打多少啦，我只是帮忙做一些东西而已。最主要还是卡比他自己去抢夺回来的。那不管怎样，现在的情况大致上是这样子啊。我的重点还是我想要轻松一点玩我等发育好之后才跟你们打架好不好？不要这么心急。还有就是我们打架之前还是要做好计划，不然等下又像这一次这样子，有想要战斗的心情是好事情啊，但是你战斗之余也要维持下去。不能说哦，我打完了之后我就去睡觉了，你还是要坚持守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打 KVK 通常都会熬夜啊，都会很疲惫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都需要有人在那边守着。那以上就是我在新区遇到的一些事情啦，但是我这里没有想要怪罪任何一个人，因为很多在新区的玩家呢，可能都是一些新玩家，或者是他们战斗经验不是很长的那种玩家，所以可能会单纯的觉得说，哦，我打完了之后就直接结束了，或者是这样子就行了，也是要给他们去尝试一下遇到了什么问题之后，他们才会有可能进步嘛。那之后就要看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最近已经收到另外一个联盟的一些 drama 了，可能之后还会再做影片说明。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